to 圆圆 's workshop。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节目将陆续的和大家分享一些制作美食的技巧。今天第一道菜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吃的鱼，而且制作非常简单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就到我的厨房来吧，我们一起做。我们要的食材呢，就是一条提拉皮亚要是在海鲜部买活的现杀的那种，这个呢，最好为了达到肉质最鲜美的那个效果呢，最好是前一天买，然后放在冰箱里过一夜。大概可能觉得很奇怪，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话，那个肉质会远远鲜嫩于当天杀当天蒸的鱼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哈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2颗小葱，然后一小把香菜，然后2颗干辣椒，几瓣大蒜，然后还有一小块生姜去皮。然后这个是半杯的生抽，这个生抽呢和水的比例呢，差不多就是3份生抽1份水的比例，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太咸。水放不放呢？你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。如果真的是觉得口味比较重的话，不放水也可以。然后这个是1个 teaspoon 的白糖，然后1/2这个 half teaspoon 的花椒，然后还有1杯这个 cooking oil， 就是食用油，然后待会儿我们要用。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就是把那个葱和姜切丝，一半的葱和姜切丝以后呢，放进鱼肚子里，然后把锅烧开，放在锅里面蒸8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不用放任何的油盐，什么其他佐料都不用放，就是肚子里放上葱和姜来清蒸就好了。那么在蒸上鱼以后呢，我们利用等着蒸鱼鱼出锅的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鱼的调料。等到鱼出锅以后呢，这个调料我们就浇在上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来做这个调料。这是香菜切段，然后干辣椒就是保持整段的就好了。然后姜已经切丝了，葱还有大蒜呢，就把它切成片儿。刚才那个小碗里的那个 cooking oil 呢，放进去差不多2勺就可以了。我们要用这个来呢，煎一下那个花椒，然后再炒一下葱和姜，然后就把生抽放进去，我们要制作那个调料汁。花椒烹出香味儿以后呢，我们就放葱，记住就是只放一部分的葱。一半的葱，另一半的葱呢，待一会儿我们还要有别的用处。然后放干辣椒，也是放一半的姜丝，然后放全部的大蒜，先不要放香菜，然后炒出葱的香味儿。葱的香味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那一杯生抽倒进去，然后再把所有的白糖加进去，然后让它煮开。这就是我们制好的调料。那么这里面酱油还有各种佐料的这个比例呢，是没有太大的一定之规。我是口味比较清淡，所以这是我经常用的量。那么大家可以
根据自己的喜好呢，增加或者减少都是没问题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的鱼也蒸好了，我们就做下一步。好了，我们的鱼蒸好了，然后就把盘里剩下的那些香菜段啊、葱丝啊、姜丝啊，就摆在鱼的身子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制好的这个酱汁调料呢，就撒在上面，均匀的撒。OK，有的时候你的鱼如果比我这个小呢，你制作的这个酱汁可能会多，根据自己的口味，你就来决定是全撒上呢，还是只撒一部分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定之规完全是可以 flexible，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撒好了酱汁。那么现在到此为止呢，有些朋友如果很喜欢无油的烹饪的话呢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啦。但是我要做的下一步呢，就是对于喜欢稍微的菜肴里面有一些香喷喷的油的香气的朋友呢，我们要做下一步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油呢烧热了，就是烧的它很热很热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浇在这个鱼上面，看到了吗？浇上去的时候呢，它会把这个鱼身上面的葱和一些调料再一次烹出香味儿，然后鱼肉上面呢也会有这种油的香气。哇，好香啊！这就是刚才我们剩下的那些油，就起到一个再次在鱼身上面烹饪一下的作用。OK， 好啦，现在就好了。如果喜欢香油的朋友呢，可以淋上几滴香油，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油了，不放的话已经非常的香了。现在你就可以享用了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没有说错？既好吃又超级简单，你已经学会了吧？去跟朋友们露一手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击订阅哦。下一次我们还在这里，不见不散。拜拜。想